前段时间，有位企业高管王女士找我咨询，她疲惫地说：老师，我每天睡够8小时，吃着最贵的保健品，周末一定去做 SPA， 可还是觉得特别累。聊过后，我发现她躺在床上会反复地想工作群的消息，做按摩时焦虑下周的会议，即便是假期也会不停地刷手机。这就是典型的身体在休息，大脑却在跑马拉松。你可能也有过这样的体验，睡前大脑突然开闸，闭上眼睛开始回放上个月某次尴尬的对话，做 A 想 B， 吃饭时盘算工作，工作时惦记家务，做家务时焦虑孩子学习。灾难性联想，手机忘带5分钟，脑子里已经演完一部错过重要电话导致失业流浪街头的连续剧。神经科学研究显示，当我们什么都不做时，大脑仍然消耗全天 20% 的能量，而持续思考会让皮质醇水平居高不下。一个负面的想法需要5个积极想法才能抵消。想太多正在成为新型慢性疲劳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有时候缺的不是睡眠，而是心理关机能力。为什么我们总停不下来思考，控制不住想太多呢？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分析。首先，从生理层面来讲，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个故事生成器。在原始社会时，多设想草丛里可能有蛇的场景能保命。但现在，老板没回复消息等于要被辞退，朋友没点赞朋友圈等于厌恶我，体检有个箭头指标等于得了绝症。杏仁核也就是警报器过度活跃，把普通事件都标记成红色预警。再来看看心理层面，我们可能受这些心理影响。第一，反刍思维作祟。就像牛反复咀嚼草料一样，我们反复咀嚼某些念头。要是当时我那样说就好了，他那句话到底什么意思？万一怎么办？实验证明，持续反刍会加重抑郁情绪，就像反复翻看伤口，会让它更难愈合。第二，对不确定的零容忍。比起坏结果，我们更恐惧不知道。比如，他是不是不爱我了？我是不是生病了？一旦脑子里安静下来，可能会触碰到不愿面对的情绪。所以，大脑宁愿制造焦虑，也不想待在没有答案的空白里。第三，虚假的掌控感。我们潜意识觉得，多想等于在做准备，担忧等于在解决问题。实际上，多数过度思考只是在脑内打转，就像原地踏步的跑步机，除了消耗自己的能量，并没有什么太大作用。最后，我们也受社会因素影响。现代生活就像给大脑注射兴奋剂，看到微信未读红点，受到多巴胺刺激就忍不住点开。短视频15秒一个刺激，让注意力碎片化。同时处理多个任务成了默认思维模式。我们逐渐失去了专注做一件事，只想一件事的能力，变得爱多想。接下来你可以做个简单自查，看看自己有没有以下的信号。经常觉得心累，但说不出具体原因。睡前要刷手机到困得握不住才睡。对别人的随口一句话琢磨好几天。明明在休息，却有种虚度时间的罪恶感。做决定时问遍所有人意见，还是纠结。如果你中了3条以上，说明你的大脑正在超负荷运作，你该停下这样的思考模式了。这里要澄清一点，少想不是逃避思考，而是让你停止被思绪牵着走。思考不是问题，被思考控制才是问题。所以你不需要自责，希望我们都能找回让大脑放松舒适的节奏。